接下来我们把立领上去，那从后中线对齐，我们这样来摆放这个整个布料啊。首先是后大身现在已经连在一起了，那就是后领口，正面向上啊，大身的，其实你要这会儿要是对称到的部位就是后片正中正面向上，然后中间夹一层这个，这个包边条。你这个是外镶边，这个上面的这一条呢，是包这个领口的缝缝的包边条。那么所以说就是第一层是后背大身正面向上，第二层是包边条，也是正面向上，然后第三层是这个领片，立领已经做好的立领领片，那么是。没有，之前我们不是镶了边了吗？那没有镶边的那一面向上，然后在最上面的这一层，是这个要包缝缝的包边条，那么是反面向上，然后最注意的，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旁边有一点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前襟的左前襟。大襟贴面的时候，不是从前中线留了一点没有缝吗？那要把这一片再压在这个翻过来，那反面向上，再压在这个包边条在上面这一点，也就是说把这个立领夹在这个贴面的中间，然后正好就是到这个前中线那个地方，然后把它所有的用珠针固定起来，车缝一圈，就是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好啊。很重要的位置一定要对好，这是上领子，一定要对准对好才行，缝缝一定要准确啊。上这个领的时候，因为夹了很多层，大家在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整理，不要漏缝。所以之前用珠针固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千万不能省略。
端点的这个缝边夹进去。来回车缝几次 ，OK。好，你看一下，现在，翻过来是什么样子啊？现在翻过来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是里面，这是外面。那翻过来呢，待会儿这个里面就是把它夹在这边，这就是里面的包边，把缝缝包进去。外面也是一样啊，外面的包边的话，将包边包进去，就是一个像沿着领圈有这么一圈镶边啊 ，OK。好，接下来我们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领口这里，好，已经两边都已经折过来，夹缝了一道线，好，领口就是立领做完了。然后呢，现在做右小襟，有个大襟，大襟的这个开叉的地方呢，它不是完全要和侧边缝在一起的，那么就是在腰部的。我们给它缝到腰部的这个地方，要把这边，就是正面相对缝到腰线这个地方，再翻折过来，因为这里还是开的，要加扣子。好，腰线的这个地方，要按缝寸1厘米啊。把它在尖角这个地方翻折过来，好，它在底边这里就 OK 了。尖角把它弄，把它抽出来了。好，到腰线这个，一直到腰线的剪口这里，折进去1厘米，我们加固一下。线头要整理。OK， 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面翻到，把外面翻出来，
先做这个，先把右袖从袖口一直缝到这个小筋的这个结束的地方，啊，用那个包边缝来缝。好，先缝右袖，也就是小筋那边，从袖口一直缝到小筋结束的地方。线。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右前筋从这个右小筋的这个底边一直缝到袖口收边了。好，所以右小筋这里做好了。再补一下。接下来把右边的这个大筋的侧边要和它相接。那么大筋的侧边，下面开叉的剪口先对齐，然后从这个开叉的叉口，就是一直收到这个刚刚大筋开始的地方，我们可以从这边。所以打剪口很重要，但是缝的时候你就知道哪里停，哪里开始。好，就缝这么一些，这里有一点开口，记住啊。
现在我们把另外一边在另外一个侧边缝合，从那个开叉的剪口一直缝合到袖口。刚才缝合右边右小筋的时候呢，它就是最后3片相接的地方，它可能你缝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重合。重合一点点没关系，到时候用那个拆线器把它拆开。最后的时候是要用手针或者是用缝纫机在剪口处你挑到合适的位置，把多的给它挑开，然后再在那里加固缝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个机器缝纫毕竟不像手工缝纫，手工缝纫你可以很准确的停在你要停的地方，机器缝纫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overlap。这个基本，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基本完工，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可以看一下到现在这个旗袍上衣就已经初具雏形了。首先领子做起来了 ，OK。有些收尾的线头还要再剪一剪啊，然后这个开襟这个地方刚才我讲过了，因为你不一定就是缝得来很准确的用机器缝，那这个相交的这个地方呢，待会儿要用手针把它最终全部准确的固定在这个开叉口的这个地方，就 OK。好，你看这是里面的大襟、小襟，就是这里。好，缝好之后再横着加固，因为这里是经常会要这样拉开的嘛。OK， 这是里襟贴面。OK， 袖子。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图上有画这个开襟的这个地方呢，斜襟的这个地方也是镶边的，但是这个衣服我自己穿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再用那里弄一条的话，可能会就是有点皴了，有点太复杂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领口和袖口，现在还在考虑底边要不要镶边，也许不镶边直接收进去会简洁一点，更适合日常穿着。因为主要我做这个镶边也是让大家看一下怎么做这个镶边的，还有这个，因为我是简化了一下袖口这里，我是简化了一下，本来呢应该是就是缝好了之后再做镶边的，那我是就是先把边镶好了，因为我要用那个安全缝，这样子一刀就这样就缝下去了。OK。最后就是收边了。
你可以做镶边，也可以像我这样简单的，就是用这种环缝把它给固定，两线环缝，两线窄环缝。但是因为这款旗袍呢，它的收边是圆摆弧的，所以说你先用熨斗把这个缝缝折烫进去，这样子在缝的时候呢就定型会比较好，不会就是扯来扯去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开始把它缝。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老手啦，经常做衣服的呢，还是要进一个这个环缝，就是这个绷缝机会比较方便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底边已经用窄环缝好了。那我们翻过来看到，边上多余的这个部分用剪刀剪去就可以。所以说在缝纫之前，用这个熨烫的方式把这个缝缝给熨进去，整理好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会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收边收的不整齐，就会看上去很不好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装扣，我用的是这个1字扣，3对就可以。领口1对，斜襟上1对，然后侧边开缝1对。这边我自己已经收好了。然后其实这个纸样上面侧边其实不用开口的，用不着开口，因为它是传统型的旗袍，它没有腰身，所以说这边收上了直接套头，是一样的。我感觉挺好的。但是你要是觉得侧边一定要有一个才有那个感觉，那就是完全看你个人喜好，这就是自己做衣服的乐趣了，对吧 ？OK， 然后上扣的话就是长针缝，一针针的把它缝上去，一定要缝的细致。这个说是一个小部件，但是也是很体现你这个衣服的质量的这么一个步骤了，千万不能粗心或者是随便草草了事。